好，这节课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兰花哈。这个兰花的话呢，是我们梅兰竹菊四君子嘛之一，对吧？那我们先带来这个兰花的这个画法的话，我为什么放在比较靠前一点啊？因为它的这个画法首先来说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给大家刚教过这个叶子的画法，对吧？叶子和花瓣的画法，那我们正好就利用于这一点啊，去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兰花。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态。那我们还是按照在纸张上先去把它呈现出来。好吧，其实这个画法的话，首先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叶子去给它拉长，因为兰花的叶子是非常细长，像那种青草那种就是蹿得很高的那种感觉，对吧？那再者就是我们要画出它的一个转折感那首先我们就用这个黑色来给大家绘画的这个因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个黑色的水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把这个黑色先把它调出来先取到这个位置，我先取的胶量那个水彩的量会比较大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方便先取这个颜色在纸张上先给大家呈现出来，对吧？好了。我们兰花的话呢，首先大家要了解的是它的一个走向可以什么样的。首先你要有一个点我们这个点就是它的根儿在哪里，从根部出发，然后向上下这个没有下上边左上角、右上角偏左下角和右下角这样的几个方向去绘画的。那我们给它首先你要来了解的就是我们从左往右去排列把它叶子的可能的一个形状先给大家画出来，好吧？首先的话就是偏左一点的，那它叶子的形状可以是这样的，有一个收尖，对吧？那当然也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先来一笔之后先来一笔之后，然后在它底下的这个位置对吧？我们给它衔接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当然也可以是这样的那当然我们呈现在甲面上的效果的话，就可以是多种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表达方式可以是这些，就是你看都是朝着这个左下角去的，但是可能就是说粗细的变化呀，转折的这个角度是有一点微微有一点不同的这种看起来它就是比较垂直的那种感觉当然兰花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把它画的这种豪迈一点刚刚说豪放这样就是给它躺下来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说是干脆给它画出来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有点不同朝向的给它这样的转折力度大一点，然后再给它往下，这样可不可以？完全都可以就是完全的它的方向是可以有很多变化的，但是我们要让它呈现出来是那种特别有风骨的效果然后所以说它的偏很多的叶子其实都是朝着左上和直上和右上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就大部分会是这样的叶子也就是这样的叶子，对吧？然后或者说是这样的叶子稍微长一点点，还有就是这样，对吧？这样的一个感觉多数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再把这种加进去，对吧？这个就是左上的然后竖直的话，说是竖直的，你不可能就是这么画一条，哎呀，又没有颜料了，咱不可能说这样就直接就来一笔吧，对吧？几乎没有这么画的所以说不要来这样的线条你要给它稍微找好一个微微倾斜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你可以是稍微有一点点弧度下来，然后慢慢收尖，对吧？然后这样的，对吧？然后或者说微微往这边倾斜的，对吧？然后再到往右上的这样倾斜的，然后可以是稍微再找一点这样的角度的，看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哈。还有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来这一边。然后也可以是弧度大一点的，对吧？然后也可以是有点这样转折的，可以啊。给它我画的低一点，然后稍微短一点的，这样的也可以啊。就是它可以有各种的这种角度变化，当然啊，可以有多种转折变化。那这个转折变化可以靠什么体现呢？比如说这样，压一笔之后。然后稍稍提笔，再压一笔，再收一笔，再压一笔，然后有一个收尖。那么就是它会有多次转折的一个点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你把这个方向再稍微调转一下都行啊，都可以。那我们给它合起来画啊。合起来画，你给它画成一束的感觉，你可以是这样。当然啊，我们尽量不要把这个，怎么说呢？我写一下吧啊。这个左下、左上、上、右上和右下。对吧？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但我们不要把这一个都统一到一个元素当中去啊，那是绝对不行的。你要选择其中，比如说3个方向啊，可能都是稍微偏左一点点的，然后其中有几根这个稍微倾向于右一点点啊，可以是这样的，或者说整体它是偏右的，然后稍微有1个、2个稍微往左上一点点的，一定不要把这几个元素都加到一起，那就完全两侧都有啊，这种感觉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好看啊，在视觉效果上来说，那个效果会不是特别好看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行啊。我们来比如说画一个哈，来比如说这一边先来一笔，对吧？再来一笔，然后这边再给它来一个转折的。看是不是？然后收尖肯定都要收到一处去，都是在这儿。这样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稍微有这样的几笔是稍微错落一点的。但我整体都还是这边偏向的然后的话是它上面的一个兰花，我们可以给它画上去。兰花的话就是你在这个里面找几个空隙，有上一点、下一点、偏一点、矮一点有这样的几个。然后兰花我在指甲上的一个体现方式的话，通常都是那种就是稍微来一个小叶子，再来一个小叶子，再来一个小叶子，当中用笔尖轻轻戳几笔，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是我的一个体现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这里、这里、这里，然后点几笔。对吧？
这样的点一下，点一下啊，也可以是这样的，就两半儿。轻轻来一下。1笔、2笔，啊，点一点，啊，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旁边这块儿，会觉得它稍微有点孤零零的，对吧？然后稍微再来一笔这样的叶子，来一笔这样的叶子，然后只不过高低啊，给它一个错落感，对不对？这样的一束有点兰花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稍微这个的话，你给它体现在指甲上，咱们可以这么体现啊。首先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甲片啊，然后我们涂一个透白色做打底。这个咱先放到一边去。好，这样一个打底色就可以了啊。我们照一下灯，在甲片上实际一下啊。实际一下的话，它取水量肯定不能是这些了，太多了，太浓了，对吧？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颜色调出来一点点啊，差不多了。笔尖。好，然后给它涂上一层磨砂封层哈。OK， 照灯，弄一下镜头啊，往上抬起来一点。先沾一点水啊，然后我们可以是在这个不要直接在中间啊，咱们可以说把它先找一个角落，让它是从这个位置有点像从这个位置长出来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像排列布局的话，就从中间这个位置直接画的话，它会很奇怪。稍微让它倾斜一点，它会看起来会画面更和谐啊。当然，如果说你想偏重点是往右的，那你可以这么，这根部在这儿啊，这么去画。稍微有一点干，添一点水。在我说话期间，它就稍微颜料有点重哈。这样的效果，就是不要让它画成兰花的叶子的话，没有那么的圆润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是棱角啊。要是有圆润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叶子，就是参半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直挺挺的那种叶子，然后一定要高低错落啊，不要都是一样的高度。这样的，那个这个上面点一下水，随时看一下啊，因为颜料，尤其是这种黑色的时候，它很容易干。稍微压一下笔就可以，然后始终几乎是用笔尖在走这个颜色。
可以说画高一笔上来。这样子然后再点一点点，黑色有一点少的时候，感觉颜色有点浅的时候，可以再加一点。当然，这种我们可以画成深浅过渡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先画一层颜色比较透的，然后再画一层颜色比较实的，可以画成那样的感觉，效果也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可以从中这样。就是画几个这样的，先把兰花的位置找出来，有高低的错落感哈。一个叶子，两个叶子，三个叶子，这样的感觉。一个叶子，两个。带笔，这个感觉，然后在这儿可以再来一点有一个小小的，因为这种是黑色啊，所以说我们再去画的时候，你想让它呈现出来这种效果的话，你就是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摆放的颜色的一个深浅啊。除非说我们故意就是想画出那种颜色深浅不一的感觉。这个时候基本主体上我们都完事儿了啊，然后再看一下整个画面有没有缺的，就是说特别空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笔上来。这个可以来个转折，这样的，然后这边可以来一笔比较短小的叶子，或者说在它旁边的这个位置啊。千万别有这种毛刺的感觉啊，笔尖去带动颜色，基本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底下的话可以稍微戳几下。你像这样的款式的话，我们经常还可以说给它旁边点缀一点什么呢？像这个墨色我们用完了，再点缀一点纯粹的黑啊，咱给它加进来。加进来这个可以写点什么啊？就比如说蓝，我们可以隔断一层磨砂封层啊。隔断磨砂封层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画的时候它不至于破坏的画面，对吧？一旦你画错了，咱还可以随时去擦掉修改。那找一片空白的地方，可以是左上角哈，或者是直接画它右边旁边这个位置上也行。写这种的话，就用笔上笔尖这几根毛去写，大概差不多就行了，不是真的毛笔字。我们要把它理解上是画上去的，
就你找一个参照的啊，找一个差不多你觉得挺好看的那个字体，你给它拿过来，然后你照着一笔一画，你照着上面去画。记得笔尖含水量少一点，然后笔尖一点一点去照着去描，但凡有觉得不对劲儿的地方擦掉，对吧？咱这个因为是在指甲上，就这一点好处，它是画掉，它画错了还可以随时擦掉的，而且擦的可以很彻底。你像你在纸张上是不可以反悔的，一笔画细了、画粗了啥的，对吧？咱们这个一开始就是可以画的细一点，然后再往外加粗就完事儿了。随时觉得笔有点干的时候，就蘸一点点水，然后再来蘸颜料，因为很容易把它颜料就带的颜色特别浅了。你要让它保持这个浓度，它才能像是毛笔字一样的浓度哈。一般来说，毛笔字不就都是有这个顿笔的吗？这个灵魂所在就是要把这个顿笔给它体现出来，然后不要有毛刺啊。假如你写的毛笔字都是刺儿的情况下，那就肯定看起来不仿真。有的时候就是描一个字描的越久，可能你觉得越不像这个字了，不用管。只要你描的那个方位呀、大致差不多，咱不能说跟大师写的一模一样嘛。但是你别把字写分家了就行啊。要有比较粗的地方。随时这个笔尖再去蘸一点点颜色，要让它颜色淡啊，因为写着写着，有的时候它的颜料含量就越来越少了，就容易变得很淡。就始终记得用笔尖这几根毛去写啊，别那个压笔，一旦压笔的话，你这一笔就毁了。这块还差一笔灵魂的顿笔，下笔咱不可能这么下的，基本上都是这么去下。我都没想到可以写的这么小哈，咱写大点也没事儿啊，可以写到这么大吧，啊都可以，就别占满整个画面就行。写完之后就觉得真的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念啥了都，但是它确实就是个蓝啊。可以了，然后可以再点缀一点点，像小印泥印章上的那个红啊，那个红就是用这个红加点儿这个深褐色啊，填上去加有点多，我觉得笔上毕竟还有黑呢哈。
笔上含水量基本比较少，这个时候都比较少一点。看看啊，旁边写到这儿行不行？比较干枯的啊，用枯笔法，就是含水量贼少，但是还能写东西。但是出来的这个字吧，它就出来的这个线条，它就干干巴巴的，只有能画出那种很干枯的那种纹路啊，就用这样的，因为要体现它很小很小，用笔尖这2根毛一点一点去描一下，假装里边有字的即视感啊，好吗？这样去写。可以了啊，一般来说也就这样。好了，然后也是要养成好习惯，咱来把边缘的这边打一下。去用底胶慢慢包一下。照灯。好，然后我们涂个磨砂封层，作为外封层啊。照灯。好，我们看一下最终完成的一个效果啊。好。